过去72小时里，无数散户正在疯狂抄底，他们看着屏幕上闪烁的股价，以为自己抓住了今年最划算的一次机会。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刚刚出炉的一份极其刺眼的数据已经悄悄宣告了一个可怕的现实。仔细听好这个数字，50363，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财务误差，也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报表尾数。就在2026年这刚刚过去的3个月里，特斯拉在全球各大超级工厂疯狂运转，造出了40万零8000多辆车，但最终交到客户手里的只有35万8千辆。整整5万多辆崭新的电动车变成了无人问津的库存，静静地停在世界各地的露天停车场里，经受着风吹日晒。这创下了特斯拉至少4年以来最惨烈的产能与交付脱节记录。如果你现在手里还拿着这家公司的股票，或者正准备把子弹打进去，请立刻停下你手里的动作，因为此刻所有的新闻头条都在告诉你，这只是一次短期的交付，不及预期。那些西装革履的华尔街分析师还在电视上对着你微笑，说长期基本面依然向好，他们正在对你撒下今年最大的一个谎。我们要把时间线稍微往回拉一点，剥开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外衣，看看里面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就在4月初，特斯拉被迫向全市场公布了第一季度的成绩单，交付35万8千辆。这个数字一出来，股价瞬间暴跌 5.4%。 很多新韭菜可能会觉得35万多辆听起来也不少啊，毕竟去年同期因为各种停工停产，数据连34万都没到。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那你就完全掉进了媒体刻意营造的对比陷阱里。让我们把视野放大，看看这家曾经的电动车霸主真正的历史轨迹。2023年第一季度，特斯拉交付了超过42万2千辆，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跌到了38万6千辆，而现在是2026年，只剩下35万8千。这是一条极其平滑且不可逆的向下抛物线。这根本不是什么短期的供应链阵痛，这是一家核心业务正在持续萎缩的巨头，在市场聚光灯下流着血。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曾经被马斯克吹上天，被无数机构当作第二增长曲线的储能业务，这次也彻底爆雷了。第一季度储能部署仅仅只有 8.8 吉瓦时，相比于上一个季度的 14.2 吉瓦时，出现了断崖式的暴跌，远远低于华尔街分析师哪怕最悲观的预测。那些曾经指望靠卖电池、卖储能设备来维持高估值的梦想，在失去高额税务补贴的现实面前摔得粉碎。与此同时，曾经代表着特斯拉高端门面的经典车型，那些豪华轿车和全尺寸越野车，如今全球的存货已经所剩无几，生产线已经悄悄停滞。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特斯拉用来支撑品牌溢价的护城河已经彻底干涸，只能靠着不断降价的走量车型在泥潭里和别人肉搏。接下来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也就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根本看不透的底层逻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家拥有无限未来的科技公司，但其实你现在买入的是一个正陷入重资产泥潭的传统制造厂。这就是目前市场上最致命的认知陷阱。科技公司的估值逻辑是什么？是边际成本递减。一家软件公司开发出一套人工智能算法，卖给100个人和卖给100万个人，成本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市场愿意给它50倍甚至100倍的市盈率。但是造车不行，那多出来的5万多辆库存车不是电脑里的几行代码，那是实打实的钢铁、电池、玻璃和橡胶，它们停在停车场里，每天都在消耗仓储成本，每天都在折旧。更要命的是，随着中国新能源车企在低端市场的疯狂绞杀，以及传统老牌车企在高端市场的全面反扑，特斯拉引以为傲的定价权已经荡然无存。当一个工厂的生产速度远远超过市场的消化速度时，摆在管理层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停工减产，承担高昂的工厂闲置成本，要么继续流血降价，把利润率彻底打穿。无论走哪一条路，对于特斯拉庞大的市值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如果你去翻看最近的机构研报，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荒谬的现象，哪怕交付数据烂成这样，哪怕库存堆积如山，那些顶级投行依然死死咬住维持买入或者持有的评级不放。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必须深度拆解的核心博弈局，也就是华尔街机构绝对不会在明面上告诉你的底牌。我们抛开那些花里胡哨的利好新闻，直接刺穿大资金的真实意图。你真的以为高盛或者某某知名投行看不懂那5万辆库存背后的致命危机吗？他们比谁都清楚。但是如果他们在数据公布的第一时间就跳出来大喊卖出，把评级下调到垃圾级，会发生什么？
股价会瞬间崩盘，流动性会彻底枯竭，而这些大型机构手里还攥着数以千万计的股票没有跑掉。所以，一场资本市场上最经典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大戏就开始了。机构分析师们会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把库存问题归结为物流受阻或者是短期的宏观逆风，然后他们会极力配合马斯克，把所有人的注意力转移到遥远的未来。你会看到新闻里铺天盖地都是关于无人驾驶出租车将在未来几座城市落地审批的消息，到处都在炒作人形机器人又要进驻哪家工厂。这根本不是什么技术愿景的探讨，这就是机构为了掩护自己撤退而释放的烟雾弹。当特斯拉的核心汽车业务出现结构性崩坏的时候，马斯克唯一的选择就是疯狂地讲述人工智能的故事。只有把特斯拉包装成一家超越时代的人工智能巨头，才能维持住那摇摇欲坠的万亿市值。而华尔街的顶级资金们正是利用了散户对于这种宏大叙事的盲目崇拜。每一次关于机器人或者自动驾驶的利好新闻放出来，都会吸引一大批深信不疑的散户冲进场内接盘。就在你幻想着未来满大街都是无人驾驶，特斯拉帮你赚钱的时候，机构正在通过大宗交易悄无声息地把他们手里那些因为汽车销量下滑而变成烫手山芋的筹码一点一滴地转移到你的账户里。你以为的库存是那5万辆卖不出去的电动车，而机构眼里的库存是他们账面上那些即将暴跌的特斯拉股票。他们用维持买入的评级来稳住你的情绪，用人工智能的画饼来激发你的贪婪，最终完成了一场极其完美的财富转移。这才是资本市场最残酷的逻辑。当所有人都在讨论这5万辆车要怎么降价才能卖出去的时候，聪明的资金早就不在汽车这桌牌局上玩了。他们清晰地知道，当一家靠硬件制造起家的公司不得不通过虚无缥缈的未来承诺来掩盖当下的财务窟窿时，这个泡沫的破裂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这场多空博弈的极限在哪里？不在于下个季度能多卖几千辆车，而在于散户的信仰还能支撑多久。只要散户还愿意为那个遥不可及的人工智能梦买单，机构就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出货。等到某一天，机构的筹码抛售的差不多了，你会突然发现，曾经那些疯狂鼓吹特斯拉的研报，一夜之间全部变了脸。他们会突然变得极其理智，开始拿着放大镜去审视那些烂在停车场里的库存，开始大肆宣扬利润率的暴跌，然后集体下调评级。到那个时候，真正踩踏式的重估才会降临，而留在山顶吹冷风的，只有那些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做着无人驾驶春秋大梦的普通投资者。如果你现在正盯着自己亏损的账户，感到一阵阵的焦虑和迷茫，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在这个充满噪音的市场里，坚持独立思考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时代的巨头抛弃了，或者因为没有在暴跌前逃顶而陷入深深的自责，但是千万不要让这种情绪吞噬你的理智。金融市场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从来不相信眼泪，也不在乎你的信仰。但换个角度想，这次的阵痛正是你从一个盲目跟风的投机者蜕变成一个能够看透资本底牌的成熟投资人的必经之路。你现在亏损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打碎那个不切实际的幻觉所交的学费。只要你看清了叙事与基本面之间的巨大鸿沟，懂得了如何追踪聪明资金的真实走向，你就已经战胜了市场上 90% 的人。下一次，当再有某个巨头用华丽的未来概念来掩盖当下的亏损时，你就能一眼识破他们的伎俩，保护好自己的财富。投资是一场比拼耐心和认知的马拉松，短期的浮亏算不了什么，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在这场残酷的洗牌中积累下受用一生的生存智慧。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彻底颠覆了你的认知，帮你避开了一个深渊，请立刻订阅我的频道，点赞这期内容，并且一定要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每一次的深度预警。我也非常想听听你们的声音。现在整个科技板块都在炒作各种宏大的概念，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认为除了特斯拉之外，现在市场上哪一个科技股的叙事泡沫最大、最危险？我会仔细阅读每一条留言，并在下一期内容中为你们进行深度的沙盘推演。我们下期见。